6月1日的美股彻底撕碎了所有人对科技七巨头的幻想，你永远不会见到这么荒诞的市场画面。同一个交易日，同一个板块，同样是万亿美元级别的科技巨头，命运却走向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一边是英伟达的狂欢，股价单日暴涨 6.26%， 市值一夜之间膨胀了3190亿美元，相当站的涨出了近3个 AMD， 2个 Adobe， 约一个特斯拉的市值。而另一边却是其他科技巨头的集体溃败，特斯拉重挫 4.57%， 成为当天整个美股成交量最大的股票。苹果下跌 1.84%， 亚马逊下跌超 3%， Meta 下跌超 5%， 谷歌下跌超 1%。 更夸张的是，标普500指数当日仅上涨 0.26%， 英伟达一家公司就贡献了指数绝大部分的涨幅，其余成分股整体表现极度疲弱。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懂为什么同一天会出现如此极端的分化，你会明白所谓的科技七巨头为什么会在今天正式宣告解体，你会看懂华尔街主力资金正在进行的一场悄无声息却规模空前的大迁徙，你会知道特斯拉暴跌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很多人以为的电动车卖不好。最重要的是，你会提前看清当前美股市场隐藏的巨大风险，以及未来3到4周有3个关键指标，可能直接影响你接下来的投资决策与风险敞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的地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只要英伟达涨，其他科技巨头一定会跟助涨，因为大家都觉得 AI 是一个整体的行情，英伟达的芯片卖得好，说明整个 AI 产业在发展，那做 AI 应用的苹果、Meta、谷歌自然也会受益。但这一次完全不一样了，英伟达涨得越凶，其他科技巨头跌得就越惨。这就好像英伟达把整个市场的血液全部抽走了，留给其他公司的只有一具浅瘪的躯壳。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说，这是因为黄仁勋发布了全新的 RTX Spark 超级芯片，全面进军 AI PC 市场，所以英伟达股价大涨。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其他公司会暴跌。如果新架构真的这么好，那整个 AI 产业都应该受益才对，为什么反而只有英伟达和他的几个小棍子伴在涨，其他人都在跌？这里就有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懂的底层逻辑转移。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从6月1日这一天开始，美股的 AI 行情已经彻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过去那种买任何科技股都能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的资金只认一件事儿，那就是确定性。黄仁勋这次在发布会上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他不是简单的发布了一个新的芯片架构，他是直接公布了一份 AI 时代的钦定名单。这就像古代的皇帝翻牌子一样，他翻到了谁，谁就能一步登天，获得无数的资金和资源。他翻到了戴尔，戴尔当天暴涨超过 10%， 他翻到了 ARM 当天暴涨超过 7%， 他翻到了 IBM 也大涨了 4%。而那些没有被他翻到牌子的公司，不管你之前讲过多少 AI 的故事，不管你有多少用户，不管你赚多少钱，现在通通都被资金赶得气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黄仁勋告诉了所有人一个残酷的真相， A-Agent 时代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应用，而是无穷无尽的算力。没有英伟达的芯片，所有的 AI 应用都是空中楼阁。你以为你在做 AI 聊天机器人， AI 生成视频， AI 自动驾驶，但实际上你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英伟达的芯片之上。只要英伟达切断你的供应，你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这就是我一直说的卖铲子的人和淘金客的逻辑。当年美国西部淘金热的时候，真正赚到大钱的从来不是那些去淘金的人，而是那些卖铲子、卖水、卖牛仔裤的人。不管最后谁能挖到金子，这些卖铲子的人往往能拥有极高的利润护城河与确定性。现在的 AI 产业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过去2年，市场都在疯狂追捧那些淘金客，也就是做 AI 终端应用的公司。大家觉得谁能做出第一个杀手级的 AI 应用，谁就能成为下一个微软，下一个谷歌。所以资金疯狂涌入苹果、Meta、谷歌这些公司，把他们的股价推到了天际。但现在大家中湾的反应过来了，原来这些淘金客大部分最后都挖不到金子，他们大部分都会死在半路上，只有极少数人能成功。而唯一能确定赚钱的
只有那些卖铲子的人，也就是英伟达以及它的供应商和合作干。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什么正常的市场波动，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调仓换股。华尔街的主力资金正在毫不留情地唾弃那些还在画饼的淘金客，疯狂地涌入那些有确定性订单的卖铲人。这就是为什么英伟达涨而其他科技巨头跌的根本原因。讲到这里，如果你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之前对 AI 行情的理解可能完全错了，那就顺手点个赞，说明你已经抓到了这个问题最核心的本质。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特斯拉的暴跌。很多人到现在还在说特斯拉跌是因为电动车卖不好，是因为欧洲销量下滑，是因为面临中美车厂的双重夹击。这些都是事实，但都只是表面原因。如果仅仅是因为电动车卖不好，特斯拉不可能放出183亿美元的天量成交量，这绝对不是散户能做到的，这是机构在大规模不计成本的出逃。你先记住这个点，后面它会变得非常关键。特斯拉这次暴跌的真正核心原因根本和电动车没有太大关系，它的背后隐藏住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隐形抽血机。这个抽血机就是 SpaceX 的 IPO。 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很奇怪， SpaceX 是马斯克的私人公司，他要 IPO 和特斯拉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去了，而且这层关系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残酷得多。首先你要知道 SpaceX 现在的 IPO 目标估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1.75 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达利2个特斯拉的市值，3个波音的市值，而且它最快将蓝的6月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这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基础募集资金约750亿美元，若行使超额配授权，最高可达862亿美元。那这1000亿美元要从哪里来？当然要从资本市场来。而现在整个美股的流动性本来就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承接这么大的一个 IPO。 那怎么办？机构只能变卖自己手里现有的资产来凑钱认购 SpaceX 的股份。那机构会卖什么资产呢？他们不会卖英伟达，因为英伟达现在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资产，卖了就很难再买回来。他们也不会卖微软，因为微软有 Copilot， 有确定性的业绩增长。他们更不会卖那些小盘股，因为那些股票流动性太差，根本卖不出去。所以你猜他们会卖什么？他们会卖特斯拉。为什么是特斯拉？因为特斯拉是马斯克旗下唯一的上市公司，也是机构手里流动性最好、持仓量最大的资产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持有 SpaceX 股份的机构，同时也都持有大量的特斯拉股份。对他们来说，卖出特斯拉套现，然后用这笔钱去认购 SpaceX 的新股，是最顺理成章也是最划算的选择。你想想， SpaceX 现在估值 1.75 万亿美元，上市之后很可能会涨到2万亿甚至3万亿美元。而特斯拉呢，现在的估值已经很高了，未来的增长空间远远不如 SpaceX。 如果你是机构经理，你会怎么选？你肯定会卖出一部分特斯拉，去买性价比更高的 SpaceX。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马斯克本人也默许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对马斯克来说， SpaceX 才是他真正的心血，才是他实现火星移民梦想的载体。特斯拉只不过是他用来赚钱，为 SpaceX 输血的工具而已。现在 SpaceX 要 IPO 了，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为了保证 SpaceX 能顺利上市，获得足够的资金，他不惜牺牲特斯拉的股价。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特斯拉暴跌根本不是什么电动车行业的危机，这是一场机构资金深思熟虑的战略大迁徙。机构在卖特斯拉，买 SpaceX， 马斯克在牺牲特斯拉，成就 SpaceX， 而那些被套在高位的散户就成了这场游戏里最大的牺牲品。是不是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资本市场最真实的样子。永远不要用感情去判断一只股票的走势，在资金面前，所有的情怀、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信仰都一文不值。这里如果你没注意，后面就很容易被那些财经博主带偏。他们会告诉你特斯拉跌是因为比亚迪太厉害，是因为自动驾驶进展缓慢，是因为马斯克分心去搞叉平台了。这些都是借口，都是用来掩盖真正原因的烟雾弹。真正的原因就是 SpaceX 的 IPO 抽血效应。只要 SpaceX 还没有完成 IPO， 特斯拉的股价就很难有真正的反弹。讲完了产业层面的逻辑，我们再来看宏观层面。
其实现在整个美股面临的最大问题，根本不是 AI 能不能落地，也不是特斯拉能不能卖好车，而是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正在以一个非常可怕的速度枯竭。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美股的大盘一直涨不动？不管英伟达涨得多凶，不管有多少利好消息，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就是在原地踏步。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业绩这么好，股市就是不涨？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钱了。现在有2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美股的头顶上，第一把就是不断飙升的油价，第二把就是美联储疯狂的缩表。先说油价，最近一段时间国际油价一直在持续上涨， WTI 原油价格已经突破了80美元一桶，而且还在继续往上走。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油价上涨的威力，油价是所有商品之母，油价一涨，所有东西的价格都会跟着涨，运输成本会涨，原材料成本会涨，食品价格会涨，最后所有的成本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而通膨一旦回来，美联储就不可能降息了，不仅不会降息，甚至可能会重新开始加息。这对股市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更有意思的是，真正影响你的可能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东西。很多人每天都在盯住美联储的讲话，盯住 CPI 数据，猜测什么时候会降息，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对股市影响最大的根本不是降息，而是缩表。美联储现在每个月要从市场上抽走950亿美元的流动性，这是什么概念？相当得米，每个月都有一个中型国家的 GDP 从金融市场里消失了。而且美联储现在还在加速缩表，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与此同时，美债的最大买家，也就是全球各国的央行，现在都在疯狂冻售美债。过去1年，各国央行累计冻售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债，这就导致美债的价格不断下跌，收益率不断上升。现在3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已经飙升到了 5.046%。你知道 5% 的无风险收益率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现在把钱存在银行，或者买美国国债，什么都不用干，每年就能无风险的锁定近 5% 的年化收益率，而且没有任何风险。那你告诉我，谁还愿意去买风险很高的股票？谁还愿意去投资那些还在亏损的初创公司？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美联储在疯狂抽钱，各国央行在疯狂抽钱，资金都从股市流向了债市，整个美股的流动性池子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抽钱。这就是为什么大盘涨不动的根本原因。现在市场上的钱只够养活少数几只股票，所以资金只能全部挤到英伟达这里，因为只有这里有确定性，只有这里能赚钱。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循环，流动性越紧张，资金就越集中在少数几只股票上，而资金越集中，市场的结构就越脆弱。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些股票就会出现暴跌，然后引发整个市场的崩盘。说到这里，我必须要提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比，那就是当前的美股市场和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的市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看到 Evercore 发布的一份数据报告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报告里说，现在标普500指数的盈利预期上修，有 40% 来自涨比仅3家公司。这3家公司就是美光、英伟达和谷歌，也就是说，整个美国股市500家最大的公司，剩下的497家加在一起，只贡献了 60% 的盈利增长。而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当时也是3家公司贡献了标普500指数大部分的盈利增长，所有人都疯狂的买入这3家公司的股票，觉得他们会永远涨下去。结果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个更吓人的数据，现在整个美股只有21只股票在创历史新高，剩下的几千只股票都在下跌，很多甚至已经跌回了2年前的水平。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倒立金字塔结构，整个市场的重量全部压在最顶端的那几十只股票身上，而下面的几千只股票根本没有任何支撑。你想想，一个倒立的金字塔能站稳吗？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它就会整个翻倒过来，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被埋在下面。很多人会说，这次不一样，这次有 AI 是真正的技术革命，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不一样。我承认 AI 确实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但技术革命和股市泡沫从来都不矛盾。
2000年的互联网也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妨碍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也不妨碍99%的互联网公司最后破产倒闭。历史永远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永远会压住同样的韵脚。当所有人都忘记了风险，当所有人都觉得这次不一样的时候，往往就是风险最大的时候。如果你也不想在这场可能到来的崩盘中亏掉所有的钱，那就收藏一下这个视频，不时拿出来看看，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和理性。讲了这么多风险，我知道很多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空仓观望？其实也不用这么极端，市场永远都有机会，关键是你要知道应该盯住什么。未来3到4周有3个指标，你必须时刻紧盯。他们会直接告诉你这场 AI 行情还能持续多久，以及大盘什么时候会真正见顶。第一个指标就是 AI 基建联盟的续航力，也就是戴尔、ARM、IBM 这些被黄仁勋翻了牌子的公司，他们的股价能不能继续带量上涨。现在整个 AI 行情的核心已经从英伟达本身转移到了它的整个供应链和合作惯办身上。如果这些公司能够继续上涨，而且成交量能够持续放大，那就说明资金还在 AI 基建这个赛道里，整个行情还能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但如果这些公司也开始出现放量下跌，那就说明资金已经开始从 AI 板块撤离了。到那时候，不管英伟达的业绩有多好，它的股价也很难再继续上涨了。第二个指标就是 WTI 原油价格能不能守住80美元，会不会冲击100美元大关。油价是当前宏观经济最大的变量，如果油价能够稳定在80美元左右，那么通膨压力就不会太大，美联储还有降息的空间。但如果油价继续上涨，突破90美元，甚至冲击100美元，那么通膨就会彻底失控。到时候美联储不仅不会降息，反而会被迫加息。一旦加息的靴子落地，美股必然会迎来一场大级别的调整。第3个指标，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苹果即将在6月8日举行的 WWDC 开发者大会。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苹果的开发者大会和整个美股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因为苹果是现在科技7巨头里唯一一个还没有拿出真正意义上的 AI 产品的公司。过去1年，苹果一直在 AI 领域落后 Lanny 微软。谷歌和 Meta， 它的股价之所以还能维持在高位，完全是靠助市场对它 AI 产品的期待。所以这次 WWDC 大会对苹果来说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如果苹果能够在这次大会上拿出让人惊艳的 AI 功能，比如真正实用的 Siri， 比如系统级别的 AI 集成，那么苹果的股价就会止跌回升，甚至带动整个科技板块反弹。但如果苹果还是像以前一样拿出一些鸡肋一样的功能，根本没有任何杀手级的应用，那么市场对苹果的信心就会彻底崩溃。一旦苹果开始暴跌，那么科技7巨头就真的彻底解体了。到时候整个美股的最后一根支柱也就倒塌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接下来的1个月对所有投资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1个月。你不要去听那些财经博主瞎忽悠，不要去追那些涨得很高的小盘股，也不要盲目抄底那些暴跌的科技巨头。你只需要紧紧盯住这3个指标，根据它们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仓位和策略。其实说到底，投资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更理性，比谁更能看清趋势。很多人亏钱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总是被情绪左右，总是被市场的噪音干扰，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的市场确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陷阱。英伟达的暴涨让很多人变得贪婪，觉得自己也能一夜暴富，而特斯拉的暴跌又让很多人变得恐惧，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但我想告诉你，不管市场怎么变化，永远不要忘记风险，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永远不要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资。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接下来美股真的出现了大级别的调整，你会选择趁机抄底，还是选择空仓观望？把你的选择和背后的逻辑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知道华尔街主力资金的最新动向，那就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在第一时间把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信息分享给你，
帮助你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市场里避开风险，抓住机会。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涉及投资的决策都请你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INT 寻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出决定。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